朋友们好，我们今天来看多肉植物当中的熊童子。熊童子是一种非常著名的多肉，它是声名鹊起的一种多肉，因为它呢长得呢十分可爱，又有一个叫得很响亮的名字熊童子，也有人把它叫做熊爪、熊宝宝。那我呢是在其实几年以前就购得这样一小盆熊童子，买来的时候呢就像我分出来的这3小盆一样大。这3小盆呢是我繁殖出来的。那当时呢熊童子买来以后就这么点大，它呢在整个夏秋季节长得很快呢就长成一颗比较大的熊童子。但是呢当时过冬真的遇到了一个问题，冬天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熊童子不断的掉叶子几乎要掉光了，而且呢新长出来的叶子呢变得很小。我当时想呀，这个熊童子可能是没有办法过冬的。经过那一个冬天呢，我的熊童子已经就去世了一半了。说它去世一半呢，是因为当时呢它是一大颗，到了夏天的时候，我把它移到户外呢，发现它那一盆里面有另外1-2只就完全干枯掉了，上面的叶子也没有了，那只有一个枝条呢看上去还绿绿的，所以呢我就没有把那个熊童子最后的这么一根枝条扔掉，把这个盆呢放在户外。当时是6月份，接着呢就开始经常下雨啊什么的，阳光呢也不错，结果呢一个光感司令的熊童子忽然呢就开始发新芽，长出呢很多的新叶子。那我呢就发现我的熊童子复活了，非常的开心。但是到了深秋时节的时候呢，我又开始忧虑了，很担心熊童子移到室内1-2个月以后呢，它的叶子又会掉光，或是长出非常小的叶子，看上去呢极不健康。那么当时呢我家里呢装了植物灯，熊童子呢我就把它放在了植物灯下面，结果呢我就发现和植物灯离得很近的那一边呢，它的小叶子就不掉了，叶子越长越胖，颜色呢也漂亮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因为照不到什么光，叶子呢就又开始干瘪，然后掉落，甚至于呢没有干瘪，就直接这么轻轻一碰它就掉下来。那我就在想，熊童子是在冬天需要光照，结果呢我就把它放到窗台上阳光很充足的地方。这一下呢奇迹就发生了，熊童子在整个冬天呢几乎不再掉叶子，而且呢还长新的叶子出来。我呢也就个把月给它浇1次水，加上非常少的多肉植物专用的花肥一点点，结果熊童子经过一个冬天呢，仍然是保持非常可爱饱满的样子。那这样呢，熊童子就安全的度过了又一个冬天，来到了他最喜欢的夏天。那这个夏天呢，熊童子长得非常蓬勃，于是呢我就考虑要给它修剪，然后呢把它的枝条用来繁殖。熊童子的叶片虽然长得肥厚厚的，但是呢它不像其他的多肉植物那样取一小片叶子就能发出新芽。熊童子的繁殖呢一定要有枝条，那看呢长得比较
不太美观的枝条呢，就可以把它修剪下来，然后呢，把它直接插到花盆土里面就可以了。花盆土呢很疏松，里面呢本身也有一些保持盆土疏松的像蛭石啊这样的东西。那么熊童子呢，放到这样的小花盆里面，这样的盆土里面，很快呢就能生根。大家看到的我自己繁殖出来的这3盆呢，大概是我在10几20天以前扦插的。后来呢，我发现其实10天左右我就发现它们长新的小叶子了，碧绿碧绿的长出来。在它们扦插了10天以后，我觉得它们已经开始生根了，我就把它们呢放到光线比较明亮的地方。刚开始扦插的时候呢，是放在阴凉处的，但是也是在户外。那现在放到有散射光的地方以后呢，很快它们小叶子长出来，而且呢小叶子也逐渐饱满。那到现在将近有20天左右，我就知道它们成活了。那熊童子的繁殖呢，其实就这么简单。只要有2个小盆，有一点花盆土，那么剪的时候呢，带一些枝条，把枝条最下端的叶子把它摘掉，留一些枝条的光感处。枝条要有一些长度，把它插到土里面，不能太短。这样呢，熊童子就一定可以繁殖成活。这么小小的小可爱呢，冬天放到电脑旁边，或者送给朋友都是非常好的。好的，今天呢，关于熊童子如何过冬，如何繁殖呢，就说到这里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与点赞。我们下期再见。